这节课呢，我要往下给大家讲另一个跟焦点弦有关的结论前提是什么呢？大家看，前提都是 AB 是过抛线焦点的弦，倾斜角是阿尔法，然后呢点 A 和点 B 的坐标给我了。第一个呢结论我们已经求完了，今天呢我们要求第二个结论。好，还是这样的一个图这是开口常用的抛线，焦点是 F， 点 A 在第一象限，经过点 F 做了倾斜角为阿尔法的一条直线 ，A 在第一象限 ，B 在第四象限。那么交半径经过焦点做一条直线和抛线相交结得的这段线段叫做焦点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焦点弦。如果我不经过焦点，我随便的做一条直线，也可以被抛线结得一段线段，那段线段就是弦，它不叫焦点弦。只有经过焦点做了一条直线和抛线相交领域两个点被抛线结得的这个 AB 线段，它才叫做焦点弦。那么焦点弦指的是 AB， 其中的 AF 叫啥呢？AF 我们就把它叫做交半径，总是跟焦点有关，所以谁是焦点弦，谁是交半径，它俩是不一样的概念。AF 叫交半径了，那 BF 呢？ BF 也叫交半径所以 AB 叫焦点弦 ，AF 其中抛线上的一个点到焦点的距离叫交半径，抛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叫做交半径。好，这就是什么叫焦点弦，什么叫做交半径。那么交半径它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式子，我们看交半径，比如说我要求 AF， 点 A 的坐标呢，我们已经设成 x1y1， 点 B 的坐标我也已经设成 x2y2。画抛线一定画准线，这是我们的原则。焦点，因为你是标准方程 y 方等于 2px， 所以焦点的坐标就是p逗0，那我这条准线的方程 x 等于负的p。我要求交半径，我当然要把抛线上的点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A 撇。我要求 AF， 根据抛线的定义，回归定义，抛线上的点就是到定直线的距离，到准线的距离和到焦点的距离一样大，所以 AF 就等于 AA 撇。这是p 个单位，p 个单位，焦点到准线的距离才是 p 个单位。所以呢，横坐标 x1 落在这里了，横坐标对应的实数代表这段线段的长，它再加上p 个单位，就得到 AA 撇，也就是 AA 撇它等于 x1 在它的基础上再加p， 而 AA 撇就等于 AF， 所以交半径的一个公式我们就找到了，这是 AF。 同样道理呢，我再求一下 BF 这个交半径，点 B 的横坐标 x2 是落在这里了，点 B 是抛线上的点，我当然要向准线做垂线，垂足是 B 撇，抛线上的点到焦点的距离和到准线的距离一样大，所以呢 BF 我就转化成了 BB 撇。BB 撇呢，你看点 B 的横坐标落在这儿，代表这一小段的长，而它呢是p， 所以在 x2 的基础上加上p 个单位，它就等于 BB 撇。BB 撇呢恰好就是 BF， 所以
交半径 BF 的长我也找到了。正因为如此，我要求交点弦 AB 是交点弦，它就等于两个交半径的和 AF 加上 BF 等于2/p 加 x1 2/p 加 x2 2/p 加2/p 是 p， 也就是 x1 加 x2 加 p。 所以你看交点弦的第一个公式我也找到了。交半径找的那个公式呢，和题中给我们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我再给大家推导一下另一个三角函数形式表示的。好，我经过点 A 向 x 轴做垂线，垂足呢我用 M 来表示，那么它就是个 RT 三角形。所以在 RT 三角形 AFM 中 ，AFM 当中，它这个不是有阿尔法了吗？出现了 cosine 阿尔法，所以在这个三角形当中，我要表达一下 cosine 阿爾法。那么 cosine 阿尔法直角三角形当中的一个锐角，它的余弦值是邻比斜，邻就是 FM， 斜就是交半径 AF。由这个式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AF 倍的 cosine 阿尔法是等于 FM 的。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么 FM 是谁呀？ FM 它就等于 FM 这个点我把它叫做点 N 吧，它就等于 NM 减去，这是 p 个单位，所以 FM 呢我就把它转化成 FMMN 减去 p。MN 是谁呢 ？AA 撇 ，AA 撇又是谁呢 ？AF， 所以它是等于 AF 的。于是我就得到 AF 倍的 cosine 阿尔法。它等于 AF 减去 p。我把负 p 移到左边，把这一项移到右边，所以我们得到 p 等于把它移过去 ，AF 是公因式提出来，这项剩个1，移过去减去 cosine 阿尔法，所以交半径 AF。它就等于把它除到左边来 ，p 除以1减 cosine 阿尔法。大家看是不是这个交半径？它跟这个倾斜角有关，1减 cosine 阿尔法除以它。同样的道理呢，你看经过点 B 是不是也可以向它做垂线呢？它的 MN 这个是 Q 吧？把它这点叫点 Q， 所以在 RT 三角形 BQF 当中，在 RT 三角形 BQF 当中，阿尔法和它是对顶的，所以这个角也是阿尔法。那么 cosine 阿尔法相当于邻比斜，它等于邻比斜，邻就是 QF， 斜边就是 BF， 所以邻就是 QF， 斜呢就是 BF。我依然是去分母，把 BF 乘过来，变成 BF 倍的 cosine 阿尔法是等于 QF 的。那 QF 跟谁有关呢 ？QF 大家说是不是这一小段？它是这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它是等于 p 个单位
减去从 n 到 q 这个位置 ，qf 等于 nf，nf 就是 p， 然后减去 nq，p 减 nq， 它就等于 p 减去 nq。nq 是谁呢？就是 bb 撇，它就是 bb 撇。bb 撇是谁呢？就是 bf， 所以它又转化成 bf。好了，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式子是等于 p 减去 bf 的，我就把 bf 负的嘛移到左边来，把 bf 提出来，这项就剩一个 cos 阿尔法，然后它移过来是加1，然后右边就只剩下 p， 所以交半径 bf 它就等于1加 cos 阿尔法分之 p， 看看是不是交半径 bf。 所以交半径是什么意思？交点弦是什么意思？必须的是经过交点的直线做的，经过交点做了一条直线，和抛物线相交于两个点被抛物线截得的这个叫交点弦，它和随便的做一条直线截得的弦不一样，它比较特别。它的一部分到抛线上的点到交点的距离叫交半径，抛线上的点到交点的距离叫交半径。交点交半径有一个这样的公式，交半径有一个这样的公式，我们要把它补充在后边。正是因为交半径等于它，交半径等于它们俩的和交点弦才得到这个，所以第一个我是这么得来的。至于说交半径的第二个公式，我是在三角形当中启用了角的余弦值，然后通过转化，凡是你到交点到定直线的距离都转化成到交点的距离，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交半径的公式。好，这个交半径学完了以后我们做一道题，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这两个交半径公式我推完了，这还有一个是吧？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也要把它推一下。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好了，这个我要给大家推一下交点弦 AB， 它不是等于 AF 加 BF 吗？AF 刚才我求完了 ，BF 我也求完了，所以它就等于1减 cos 阿尔法分之 p 加上1加 cos 阿尔法分之 p。我当然要通分1减乘以1加，二数和二数差，二数平方差，1减 cos 方分之，它呢 p 我提出来。第一项乘的是1加 cos 阿尔法，第二项乘的是1减 cos 阿尔法，正负 cos 阿尔法约掉了，1加1呢就是2。分母呢，正弦方加余弦方是等于1的1减余弦方，同角三角函数关系式，它是正弦方，2倍的 p， 所以呢，它就得到了这个是由交半径的另外的这个公式相加化简得到的结果。好，这个给大家都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做一道小题，消化一下刚才的知识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题。这个例题是在平面四角坐标系内设抛线的交点，它是标准的抛线，符合y 方等于 2px 型，2p 是等于4的 ，p 等于2，2分之 p 就等于1，开口朝右的抛物线。勾勒出草图这是它的交点，
坐标是1度0，立刻画准线，画抛线一定要画准线，它的准线是 L， 抛线上有一点 P，PA 是垂直于 L 直线的 ，A 是垂足 ，AF 给我的是 AF， 把它延长一点儿，这条直线的倾斜角是120度，显然呢，它的邻补角就是60度。题中让我求的是什么呢？题中让我求的是交半径 PF。我有2种办法啊，我可以用刚才的公式。我要求交半径 PF， 我需要知道 PF 的倾斜角，它是AF 的倾斜角是120度，它的邻补角是60度。那么2条直线被第3条直线所截，显然它也是60度啊，这是内侧角。点 P 在抛线上，回归定义啊，抛线上的点到准线的距离和到交点的距离一边大。这是个等腰三角形，其中一个角还等于60度，说明它是等边三角形。显然呢，这个角也是60度，那么 PF 的倾斜角就是60度。根据交半径公式，交半径公式是1减 cos 阿尔法分之 P， 现在阿尔法是60度，1减 cos 60度 ，P 呢是等于2的。cos 60度是1/2，1减1/2，这是1/2，2/1/2，那就是4啊。这个呢，我们是用交半径公式来解决的。如果不然的话呢，也可以的。你看，这个角是60度，在 RT 三角形，我把它叫 F 撇吧 ，AF 撇 F 当中，它是60度，它就是30度。由于呢，它是60，内错角嘛，平行线被它所截，这是个等边三角形。这是 P 个单位 ，P 个单位，因为它各占P，P 是等于2的。30度角所对的直角边是斜边的1半，它是2，斜边应该是它的2倍，所以斜边就是4。它又是等边，所以呢 ，PF 就等于4啊，也可以。所以我们用这个消化了一下交半径的公式。这节课呢，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经过交点的弦的第3个结论。